今年蛇年同往年雙春兼閏月，今年係七龍治水，四牛耕田，九印分餅。咩意思呢？吓？咁就知道今年嘅收成好唔好，許所多唔多噶啦。點解老人會話2025年嘅蛇年不一般呢？首先2025年嘅蛇年係雙春年，即係話一年入邊有兩個立春。第一個立春係喺正月嘅初6，而第二個立春喺臘月嘅17，一個喺年頭，一個喺年尾。呢一種情況喺歷史上實屬罕見嘅，民間亦都將佢稱為係雙春年、雙頭春。喺民間，雙春年被認為係生機無限，處處充滿活力，亦都預示住聽年各行各業都有好大嘅發展潛力咁話。而2025年乙巳年蛇年閏咗個6月，閏月嘅出現就令到呢一年有384日，比平時嘅年份多出19日啦。而且閏6月被認為係一個豐收嘅預兆，象徵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。正所謂一閏逢雙春，秋冬倉庫盈，講明呢年係大豐收嘅。喺歷史上亦都好少見，喺傳統文化上亦都係預示住好運同吉祥咁解。咁咬咬牙，努力加油，可能喺聽年真係有意想不到嘅好運發生嘅。兩春插一冬，冇被暖烘烘。咁呢個農諺嘅意思即係話喺一年當中有兩個立春，咁呢個冬天就唔會好凍嘅，成個冬天唔使冚棉被都覺得好暖咁話。喺明朝有位科學家徐光啟，佢喺《農政全書》入邊就有提到啦，立春在殘年，主冬暖，即係話如果立春喺農曆年嘅年底，就意味住立春往後嘅天氣會比較暖啦，因為春天嚟得早，咁氣溫就自然會回升啦嘛。今年應天赦，春夏就多飄露。呢句農諺嘅意思即係話聽年係青蛇年，咁到咗春天同夏天嗰段時間，雨水就會比較多，甚至仲有可能會出現洪澇嘅情況咁話。咁到底準唔準呢？先點讚收藏見分曉。咁第三個不一般，2025年將會係一個七龍治水、四牛耕田、九人分餅嘅年景，到底係乜嘢意思呢？呢個講法係根據乜嘢推算出嚟嘅啦吓？咁呢種講法其實係同我國嘅干支紀法有關嘅。我哋都知啦，喺我國古代，古人係用天干地支嚟計算日期噶嘛。咁10天干分別係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以及12個地支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一個天干就配一個地支，咁循環起身剛剛好係60個，61甲子就係咁解啦。亦都因為呢個原因，喺古代60歲生日就被稱為係大壽，亦都叫做回甲子，意味住生命得到一個圓滿，過完一個完整嘅甲子啦，亦都意味住新嘅一個甲子即將開始。所以有啲地方60歲就會大搞生日就係咁解。咁七龍治水又點解呢？許所多咧，有些少天寒啊。老祖宗冇天氣預報嘅時候，就會用到辰、丑、丙嚟預示住下年嘅年景啦。辰即係龍咁解，咁正月嘅第一個辰日喺第幾日就係己龍治水啦。咁例如話2025年正月嘅第一個辰日係甲辰日，咁對應嘅就係農曆嘅正月初7咯。咁所以2025年就係七龍治水啦。古人認為龍係掌管雨水嘅神靈嚟嘅，龍嘅數量越多，咁雨水就會越少。如果龍嘅數量越少，冇王管嘅話，咁雨水就會越多咁話。所以民間有個講法，龍多要靠，龍少要勞，五龍六龍風調雨順啊。仲有龍多旱龍少勞嘅講法，同三個和尚冇水飲係一樣道理嘅，因為人多，大家互相推搪啊嘛。咁按照古人嘅講法，五龍治水係最為理想嘅。咁七龍治水，即係話有7條龍喺度負責降雨降水嘅任務咯。咁可能人太多啦，大家會唔協調啦，大家可能會搞到啲降水唔均勻咁話。亦都預示住聽年有啲地方可能會出現乾旱嘅情況，而有啲地方可能又會出現降雨過多、旱澇嘅現象咁話。不過亦都有人認為七龍治水可能係更有利於農作物生長咁話。咁四牛耕田又點解呢？正月初4咁有4隻牛耕田啊。2025年係四牛耕田，咁所謂嘅己牛耕田指嘅就係第一個丑日，咁丑即係牛咁解，咁第一個丑日喺正月初幾就有己牛耕田啦。
例如話第一個丑日喺正月初五嘅就有5牛耕田，喺正月初6就有6牛耕田咯。咁2025年第一個丑日就係喺辛丑日嘅，咁對應嘅農曆就係正月初4，所以就係4牛耕田啦。再舉多個例子，喺2021年2月22號辛丑日，咁對應嘅舊曆就係正月嘅11喎，咁就有11頭牛嚟耕田咯。咁係咪越多牛就越好呢？牛多對於農民嚟講，耕田嘅難度亦都會越大，需要嘅人力物力亦都越多。牛越多就代表越忙咁解。咁牛多亦都講明咗多工，地硬好難耕，唔係旱就係澇啦。咁九人分餅又點解呢？糧食唔夠分啦。咁九人分餅呢個餅日語相關，其實就係丙。2025年第一個丙日係丙午日，咁正正就係正月初9，所以就有9人嚟分餅啦。咁人多分一個餅，講明糧食唔夠分，人多糧少，預示住聽年嘅農作物可能會受到天氣嘅影響減產啦。咁呢一個就係老祖宗留低嘅關於2025年7龍治水、4牛耕田、9人分餅嘅年景預兆啦。咁到底準唔準呢？建議大家轉發、點讚、收藏、見分曉。我認為可以參考下嘅。不過我國地域遼闊，主要仲係要睇翻當地天氣嘅變化而作出應變。咁保持翻良好嘅心態，積極咁面對生活先至係最重要噶嘛。到最後祝大家風調雨順、順風順水。